这个建筑为什么好看？建筑师悄悄做了哪些努力？孟凡浩设计的航源里超流体住宅。第一点，整个建筑外观未来感十足。其实呢，只用4-5种构件就能组合出来，大大降低了建造难度。这种超流体的线条用在高层这几栋楼，效果特别好。虽然从上到下都是同一个平面，建筑师却利用转角阳台的开合，做出了丰富的体块变化，非常难得。可惜同样的手法换到洋房这几栋楼明显有点水土不服。由于洋房转角不是阳台而是房间，看起来好像强行贴了一层表皮上去，形式和功能不够契合，效果上就差很多。航源里的第二点，我们知道规范要求住宅是不能做玻璃幕墙的，这也是为什么住宅建筑即使再高端再工建化，它始终会有层间的横线条，而做不出干净连续的大玻璃面。因为窗体体系下，玻璃必须是落在土建上去承重的，每一层玻璃都得断开。那航源里的建筑师为了追求玻璃幕墙的效果，首先开窗的部分是玻璃，不开窗的石墙我也给它罩上一层玻璃，这样下来至少横向是连续干净的大玻璃镜面了。然后再利用所谓的超流体线条，把层间的土建部分遮挡起来，巧妙地掩盖了上要层玻璃要断开的问题，做出了幕墙的效果。第三点，我相信这种住宅在我们普通人眼里已经算非常高端的了。可是抛开华丽的表皮，它里面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住宅平面，一个高层的集合的高密度的居住大楼。和别的住宅一样，所有的房间被极致的压缩在一起，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间，每一户的格局完全一样，毫无个性可言。当然，这也不是建筑师能解决的问题。对于地产建筑来说，孟凡浩设计的这个已经相当出色，可是再华丽的线条也只能够提升房价，提升不了居住的幸福感。大辉只希望未来的住宅不仅仅是外立面的创新，还有更多生活方式上的创新，让大家更体面更自在的生活，诗意的气息。那这个建筑就先说到这儿，关注大辉，一起寻找设计的真相。